普京狮子大开口，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美俄关系处于崩溃边缘。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库尔斯克持续突进，幻影2000入乌，击溃俄军指挥部。乌军再立奇功，击落苏25攻击机。2月10号，主管对美关系的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要让俄乌战争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提出的条件必须完全得到满足，而这个条件呢，成为了和谈的关键。去年的6月14号，普京向外界开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条件：乌克兰必须放弃加入北约的想法，割让被俄军部分占领的乌克兰4个州的领土，并从包括尚未被俄军占领和控制的这4个州撤走所有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基辅当时就严词拒绝了普京的要求，并强调答应这些条件无异于举手投降。乌克兰迫切地希望收复目前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同时，里亚布科夫还放出了另一个重磅炸弹：美俄关系在破裂的边缘摇摆，而只要乌克兰不放弃加入北约，从乌东、乌南4个州完全撤军，俄乌战争就将会持续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接受华盛顿邮报独家采访时就表示，他已经和俄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试图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同时，普京对战场上的杀戮并非无动于衷，并希望人们停止死亡。可当记者问到具体细节时，特朗普表示，我最好不要说，并对结束战争的计划保持了沉默。种种迹象表明，战争短时间是不会结束。最近，特朗普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准备结束这场战争，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将留给欧洲。我们需要收回成本，我们将与乌克兰人就其稀土、自然资源、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合作，并购买我们的能源。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乌克兰通过向美国供应稀土和其他关键的矿产，来换取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所需要的财政支援。美国和乌克兰2国政府都在讨论关于用乌克兰资源换取美国援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相关问题仅仅是谈论。我们尚未看到任何消息显示2国政府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包括制定相关计划或者项目。事实上，资源换援助甚至没有被美国政府列入任何工作项目，尤其是目前大部分乌克兰资源都位于俄罗斯占领区的情况下，乌克兰如何用资源来换取美国的援助，目前来看还不好说。但欧洲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特朗普打算用美国援助换乌克兰资源的想法，德国总统舒尔茨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达了不满。对乌克兰的援助应该是无条件的。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情况下，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但并不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得到回报，这是应该所有人的态度。舒尔茨还表示，现在谈论向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不合时宜，而且为时过早。现在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并且启动谈判，而不是强行施加和平。可从俄乌双方的表现来看呢，没打算在短时间内完成停战。相比战争初期，俄乌双方都有一定的妥协了，但在根本问题上是谈不拢，都不愿意接受实际上承认战败的结局，坚信自己能打赢这场战争。既然这样，这场战争还有的打，还有更多人和资源消耗在这场战争里，比如前几天的库尔斯克。2月6号，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苏贾东南部再次发动了进攻。可就在乌军本次进攻之前，早有俄罗斯军事博主担忧，俄军将兵力集中在库尔斯克，既没有取得进展的同时，却又让别尔格罗德等边境地区陷入防御空虚。一旦乌军再度来袭，俄军根本没有机动部队阻击。而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同样也暗示了还会在俄罗斯领土上发动其他进攻。接着，在库尔斯克行动半年纪念日，泽连斯基依然发表了讲话称，乌克兰军队将战争带回俄罗斯，
在那里，他们应该感受到战争是什么。2025年1月，乌军集中力量发动反攻，这次目标呢是直指苏贾南侧的乌拉诺克，而乌拉诺克距离苏贾镇仅10公里，距其外围村镇约6公里，位置极其险要。在乌军攻势最猛烈的时期，曾攻到了乌拉诺克的外围，虽然没能将该村占领，但依然让俄军如芒在背。俄军组织力量拿下了乌拉诺克附近的马赫诺夫卡村，但是两村距离太近了，乌军立刻进行了反击，并在1月20号前后成功反推，恢复到了开年时的战场状态，还俘虏了朝鲜士兵，证明普京将另一个国家拖入了这场战争。此战呢，给了乌军信心，认为这个方向可以有进一步拓展，所以乌军积蓄力量之后，又在2月6号当天对乌拉诺克方向发动攻击。乌军出动了2个机械化步兵营，从马赫诺夫卡以及东侧的科尔马科夫向南沿公路线和田野空地展开攻击。俄军在这一方向的防御部队为空降军第11空突旅和里海舰队海军步兵第177团。简单说呢，就是遭到了俄军北方军团的狙击。截止到当天下午的14点，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消息，证实了乌军的进攻，宣称定居点仍由俄军控制，并且称乌军在进攻中是损失了6辆坦克、3辆破障车、3辆步战车和14辆装甲车。不过，俄国防部没有拿出足够的相关证据，比如照片或者视频来证明俄军的损失。然而这套说辞呢，连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军事博主都未能采信，反倒是放出了更多不乐观的信息。估计乌军出动了3个机械化营，因为俄军没有在自己的控制区布雷。乌军进攻速度很快，已经拿下了科诺佩尔卡，正在向其他地区进攻，并且指出该地区原本是有朝鲜军队防守的，但是因为后撤，导致乌军利用这个空白趁虚而入。另一个军事博主则发布了最新战况地图，表明了科尔马科夫、切尔卡斯卡亚、科诺佩尔卡和法纳西耶夫卡以及附近的森林地区都已在乌克兰军队控制下。乌军这波进攻纵深达到5公里之多，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引发了震荡。此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报道，在库尔斯克行动6个月后，俄军伤亡近4万人，其中 1.6 万人阵亡，909人被俘，换回了数百名乌克兰捍卫者。他们的行动目标是阻止俄罗斯军队在苏梅和哈尔科夫发动新进攻，迫使俄罗斯军队将大量资源转移到库尔斯克，削弱俄军在其他战线上的力量。从当前态势看呢，乌军的目标是达到了。有意思的是，车臣的阿赫迈特特种部队指挥官、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也证实了相关消息，称乌军本次进攻取得的进展有限，不至于丢掉莫斯科。车臣部队没有遭到乌军进攻，而是被乌军绕了过去。阿劳季诺夫在库尔斯克参战之初宣称要解放库尔斯克民众，现在却又表示当地民众应该自己夺回乌军控制区。这从侧面反映了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反击很不顺利。就目前的公开报道，确切说是来自俄罗斯军事博主们的报道来看，乌军在库尔斯克发起了一次战术进攻，并且取得了一定进展，甚至有可能会包围吃掉一部分俄军。但预计随着俄军反应过来，加上俄罗斯空天军的支援，这次进攻应该很快就会停止。不过就目前来说，进攻应该还在继续。恶劣的天气阻碍了俄军调动以及空中优势的发挥，尤其是阻碍了俄军战术侦察无人机的活动。乌军之所以能发动这次进攻，原因相当复杂。除了乌军本身就在库尔斯克集中了诸多精锐部队轮战之外，俄军方面也出现了有利于乌军的变化。虽然夺回了过半的乌军控制区，但自身损失严重。从最近的战报来看，进攻能力已遭到大幅削弱。朝鲜军队即便是没有撤离库尔斯克，战斗力同样也严重下降。乌克兰军队抓住了有利机会，或者说按照计划，再次打出了一次战术规模的防守反击。果然，乌军顺利完成了既定战略目标后，把进攻的重点做出了微调。乌军摧毁了位于利塞多沃的俄军第35摩步旅指挥所，并且有说法称，乌军投掷了2000磅级的制导炸弹，攻击了这个目标。
恰逢此时幻影2000进入乌克兰，这就让人浮想联翩了。很多人认为是幻影2000执行了这次攻击任务，可根据大兵的分析，更大的可能性还是 F-16，因为轰炸时间是早于幻影2000的到来。不过乌克兰空军现在主要使用各类的苏式战机在前线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尚没有任何公开报道或者照片、视频证明乌克兰空军将 F-16用于对地攻击。但从视频和搭载炸弹的能力来看，只有出动 F-16或者幻影2000是有这个能力，所以根据排除法的话，应该是 F-16所为。不过说到空军呢，大兵就不得不说，最近又有一架苏25被击落了。乌军第28独立机械化旅的士兵帕夫洛·扎尔科在托列茨克方向使用一枚早期型的真实便携防空导弹，成功击落了俄军的一架苏25蛙族攻击机。该旅发布声明，由于我们的防空士兵的努力，托列茨克方向的俄罗斯攻击机减少了一架。这架苏25攻击机被击落后，俄军立刻出动了一架米8直升机前去救援，但这架米8在被击伤后立刻逃走了，并没有成功接走这名被击落的俄军飞行员。目前还不清楚这名俄军飞行员的状况，大概率是会被乌军俘虏。鉴于双方都有比较强的野战防空网，俄乌空军在执行任务时都是十分小心的。俄军现在主要使用苏34投掷滑翔制导炸弹，乌军也是类似操作。苏25以及各型武装直升机已经很少发挥作用了。网络信息显示，乌军的苏25在改装后已经具备投掷法制的 AASM 铁锤制导炸弹的能力，尚不清楚俄军苏25是否也具备类似能力，但是大概率是没有的。俄军苏25依然使用火箭发射器执行危险的近距空中支援任务，稍有不慎就会被乌军的低空防空网打下来。在前线密集的低空防空火力威胁下，对俄乌双方空中力量来说，低空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了。双方都只能大量使用各类制导炸弹，尽可能降低暴露在对方防空火力面前的时间。好了，事情就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